Hello，大家好，这里是 Demo 去中心化周末，让你今天不白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Bungee，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Bungee Make the Jump， 它是一个跨链桥聚合器，就类似于 1inch在于 DeFi 当中的一个作用，把不同的跨链桥进行一个汇总，为我们选择出最适合我们或者说最优的一个路径。在之前 Bungee 的幕后团队 Socket 也是拿到了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用于开发和建设跨链应用。那在开始今天的视频分享之前呢，也请大家移动一下小鼠标，为我的视频点一个赞，这将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也是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内容的一个动力。谢谢大家，也是体验了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它有几个我觉得很实用的功能，待会我会在交互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演示。我个人认为我们使用Bungee在日常的交互跨链当中呢，是可以实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我们需要去交互一个跨链桥，或者说我们有需求把我们的资产跨到另一个链上，大部分的朋友都会直接去使用一个桥从 A 链跨到 B 链，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使用Bungee的话呢，因为Bungee它本身也是一个早期项目嘛，也是没有发币的一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交互桥的同时呢，也对Bungee进行一个体验和交互，同时呢它也能够为我们选择更多的一些桥。那话不多说，通过推特主页点击进入到交互页面，那这个就是Bungee的一个主页，它也没有什么很花哨的欢迎页面，它直接进去就是这个样子。目前是处在 Beta V2 的版本。那我们首先点击连接钱包，当我们连接好钱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操作了。其实这个操作就和我平时使用的桥都差不太多。这个是我们现在所处在的链，这个是我们要把资产发送的一个目的地链。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 BSC，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发送的代币你可以选择 USDC， 然后直接从那边接收 BNB 也是可以的，它不一定 USDC 对 USDC， 我们是可以在跨链的同时完成一个 swap 的，中间省去一个 swap 的步骤呢，会要节省一些时间，所以我就直接用 USDC 跟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 Polygon 跨到 BSC 的话，$100有0.7的手续费，这个还好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就会显示出来聚合器的一个路径那我建议大家呢是选择 C Bridge， 原因很简单因为 AnySwap 它已经发币了。C Bridge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稳定，就是如果资金比较大的话，我都会走 C Bridge， 然后它也是没有发币的。如果你觉得 C Bridge 不会发币的话，那也无所谓，好吧？如果是我们要换成别的币，比如说换成DAI的话，它就会有更多的一个路径，会从 1inch 先 swap， 然后再换成DAI，然后再通过 AnySwap 跨到 BSC 的链上，路径就会要复杂一些。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切换到 USDC 对 USDC。看到这里一个亮点的实用功能在这个地方提示我们，目的地链 BSC 链上没有足够的 BNB 去支付 Gas Fee， 可能会导致一个跨链的失败。那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在跨链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从 A 链跨到 B 链的话，我们不仅 A 链要有一个原生 S 代币，比如说 Polygon 我们要有 Matic， 那我们要跨到 BSC 的话，我们必须得有 BNB， 对吧？那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就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点击 Click Here， 然后它就会跳出一个界面这个就是 Bungee Refill 的功能，也就是加油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是要跨到 BSC，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Polygon 在Bungee直接进行一个 Gas Fee 的转换。这个 Gas Fee 的转换呢很简单它有一个最小的值 3.6， 它会提示你，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Matic 变成 BNB， 省去了很多繁琐的事情，节省了很多时间。我们点击试一下注意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值，每一个链跨到每一个链是不一样的BSC 这 3.6， 好像到 Phantom 是5个还是10个我们点击 Move， 点击 Move 之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个下面查看一下这个 History， 如果还在转圈圈的话，就证明它还在 pending 当中，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一下。好了，当 transaction 确认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之前的页面，之前那个没有 gas fee 的提示也就消失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点击进行跨链了。当我们批准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点击 bridge。进行一个跨链。可能有一些新手朋友，平时用跨链不是很多的朋友，如果你万一遇到了你的资金卡在了链上的情况，
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点击到这一个 bridge 的这个按钮，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到这一个编号，C bridge 的一个跨链的一个编码。万一如果是出现到卡在链上的情况，我们可以打开 C bridge， 然后把刚刚那一串代码，或者说你就用你自己这个钱包登录到那个 C bridge， 它就会显示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去把我们卡在链上的资金进行一个取回。时间呢，一般是不要20分钟，它是写的是一个最长的时间，测了好几天啊，大概就是个3分钟到5分钟，平均下来，好了，这样就是跨链成功了。算了一下时间，大概是4分钟左右吧。好了，至于邦吉的交互呢，我们就可以多做几次这种快链的交换，比如我们刚刚从 Polygon 跨到了 BSC， 我们也可以从 BSC 再去跨到 Phantom， 然后既然跨到 Phantom 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做一下刚刚的那一个操作，用一下 Refill 的这个功能，然后去换一些其他链上的 Gas 代币。这个是算 Bungee 的一个特色功能，它也是支持现在很火的 Layer 2的2个网络 Optimism 和 Arbitrum， 这2个也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的。在 Gas fee 比较低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个位数的 Gas fee， 我们也可以尝试跨到以太坊的网络，这样的话或许我们的交互会更加的饱满啊，就是跨更多的链会更加的饱满。然后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只用 USDC， 我们也可以去换一点别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速度，然后 low gas fee 和 high return 高收益啊，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因为邦吉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的早期啊，所以其实可供我们选择的这个路径不是很多，现在也就是 C bridge 和 AnySwap， 在之后呢会添加更多的一个可选路径，而且会添加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选项，会对跨链资金的安全进行一个评估。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使用跨链桥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最害怕的一定是把那个钱给跨没了，而不是损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跨没了的话，那确实挺伤的。这个也是在邦吉的计划之中啊，之后会推出这一个我非常期待的功能。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订阅，拜拜，明天见。